T65步枪，台湾第一种自行设计并服役的 5.56 毫米口径步枪，也被称为台版 M16A1。韩战爆发后，美国恢复对台军援，在轻武器方面，美制 M1加兰德开始交付台湾，其升级版 M14诞生之后，也被美国送到了台湾，并改名为 T57步枪。不过 M14的问题，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这点在 T57身上依旧存在。所以美国在采用 5.56 毫米的 M16之后，台湾也紧跟潮流研发了 T65。外表看起来与 M16A1 很像，但内部构造却是天差地别。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 T65 的性能如何，其与 M16又有什么区别。T65 突击步枪也被称为65步枪，虽然明面上说是台湾自行设计，但准确来说 ，T65 是以 M16步枪为枪身蓝本，再加上 AR-18 的气动系统组合而成。在拥有 M16 优势的同时，避免了火药残渣附在枪膛、气吹管和枪机组件上。就结果来看，在一线部队中 ，T65 与其后续升级版是台湾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最经典的一款步枪，总产量超过50万支。凭借着出色的性能，联勤也收获了不少外贸订单，比如约旦、利比亚、利比利亚、巴拿马、海地、巴拉圭等国。在利比利亚内战、海地内战中，我们都能看到 T65 步枪的身影。即使到现在 ，T65 依旧在台湾部队中服役。问题来了，这样一款步枪是如何诞生的？在越战初期，美军士兵装备的步枪是 7.62 毫米的 M14，由 M1加兰德改进而来，弹容量20发，可以自动射击。不过在 M16那期视频里，我们已经聊了，实际作战时 M14 枪身太过笨重，后坐力太大，全自动射击时很难控制精度，根本无法满足丛林作战的需求。美军的选择也很直接，取消 M14 的全部自动功能。如此一来，后坐力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又面临火力压制能力不足的问题。面对俄罗斯 AK-47 的火力，无法全自动射击的 M14 跟烧火棍没什么区别。当时的美国士兵宁愿使用二战时期的汤姆逊与 M3A1， 也不想使用 M14。后来大家也都知道 AR-15 这种小口径步枪兴起，美军也开始全面换装 M16，M14 被无情抛弃。1963年 M14 停产，只是在这个时候，美国已经生产数万支 M14， 总不能浪费。于是呢，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把空闲下来的 M14 援助给台湾，数量大约为14000支。枪械不要钱，台湾只需要出点运费就行。于是从1968年开始 ，M14 在台军中服役。后来台湾还从美国引进 M14 的生产线，并将其重新命名为 T57步枪。台湾自产与美国军援的 M14 加一起，数量达到了20多万支。可惜的是 ，T57在台军服役之后，也出现了不少状况。美国不允许联勤修改设计缺失，所以 M14 原本就有的后坐力问题，在 T57上面依旧存在。这就导致 T57全自动射击很难控制，在生产之初就只能半自动射击。只有作为班用自动步枪的 T57版本才能够全自动发射，但这种需要加一个量脚架，携带与使用都不是很方便。加上当时台湾的自造步枪刚起步，造枪工艺不如欧美国家。除了口径上的问题 ，T57还存在一些小瑕疵，在部队中并没有获得好评。从1969年开始，美军就开始为 M14步枪加装瞄准镜，成为 M21狙击步枪，而不是作为突击步枪在部队中服役。台湾也开始封存部分 T57步枪，并将其改良为狙击枪。部队的制式步枪也逐渐转变为口径 5.56 毫米的 T65。M14 的问题，台湾自然也知道，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就从美国订购少量 M16使用，并在70年代初期订购了一批 M16A1， 首批配备给空降部队与特种部队，之后则配备给轻装师、装甲单位。在试用期间，台湾军方对小巧轻便、火力压制能力很强的 M16A1 很感兴趣，想要自己进行生产。只是当时授权生产 M16需要向科尔特公司缴纳非常贵的授权费。当时的东亚各国全部都避开了这个选项，最佳的解决办法就是自研一种与 M16类似的枪械。于是呢，在1968年，台湾以美国 M16与 AR-18 为蓝本，研发一种成本低廉、容易生产，并且性能与 M16相近的新型步枪。彼时的台湾在生产 T57期间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很快就推出了一款新枪。1973年，台湾仿造美国阿马莱特公司的 AR-18，设计了一款新突击步枪。这是台湾第一款自行设计的 5.56 毫米口径步枪。就性能而言 ，AR-18 的部件大多为冲压件，很适合大量生产。只是以 AR-18 为基础研制的枪械，最终连个名字都没有，仅制造少量样枪后就终止研究了。不确定是技术问题还是其他原因。之后，台湾又推出了一款新枪 T64，该枪以 M16 为蓝本，枪身基本与 M16 一致，
但导气方式有所改变，从 M16的气吹式导气系统换成了 AR-18的活塞式导气系统，最终定型为 T65 之后，这种方式也没有改变，这又导致 T65 的性能与 M16 存在一定的差异。T64 的基本操作与 M16 一样，但导气方式略有区别。简单来说，一个是顶到一半不动了，另一个则是非要顶到底。M16 的气吹式导气系统中，子弹发射时产生的气体直接通过气体管道，并引导至枪机组，随后枪机后退，实现自动装填和射击。而 T65 用的是 AR-18的活塞式导气系统，将气体的能量转化为机械能，推动活塞杆进行后退。这种系统相对更可靠，减少进入枪机部分的火炮残渣，从而减少清理维护的需求。有消息称 T64 在早期的试制型中采用的还是 M16 的气吹式，这种结构的优势火力军之前也聊过，省掉了活塞和活塞杆，结构比较简单，后坐力更小。至于为什么改变导气方式，有说法是吸取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经验，在研发 T65 期间，台湾曾秘密派遣士兵进入越南战场，据说也有拿 M16 步枪执行渗透任务，而台湾研发的新步枪是以越南战场上的 M16 为蓝本，而不是科尔特的新枪。M16 在越南战场的表现，相信各位都很清楚，频繁出现故障， M16 的导气方式很容易积碳，导致污染枪机或堵塞导气管，从而出现各种故障。不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维护与子弹较脏的缘故。按道理来讲 ，T65 依旧可以使用气吹式，不过也有消息称，台湾当时产出的发射药也不是很干净，也容易出现故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只能更换其导气系统。刚好台湾当时仿制 AR-18时积累了一些经验，于是就把其导气装置转移到 M16 上，但枪机、激发结构等仍然是 M16 的设计，枪托呢也与 M16A1 一致，后坐力直接传递到射手的肩膀，消除了大多数的枪口上扬。其他的一些改动则是在外形上，比如护木的设计是上下两片长方形截面护木，经过改进后的 T64 步枪，在1976年6月正式定型，重新命名为 T65， 并在2年后进入量产阶段，开始装备部队。这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 T65 是以 M16 为蓝本，那二者具体有何区别？在基础性能上 ，T65 空枪重量 3.55 公斤，相比之下 M14 空枪重 4.5 公斤，即使是 M16 空枪重量也有 3.6 公斤 ，T65 威力也比 M16A1 更大，其有效射程600米，而 M16A1 只有550米，性能差距虽然不大，但好一点也是优势。从外形上来看，二者最大差异在上机匣 ，T65 没有铁靶，但是后瞄准距被提高到了一样的高度，保持与 M16A1 一样的瞄准基线。在 AR-15 上面，铁靶原本是为了保护上置垃圾柄，不过当垃圾柄改到后方时，阿马莱特也没有特别移除提靶，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台湾需要自己设计上机匣的生产机具，没有一定要多这一块的理由，就直接省略了。T65 的枪身侧面也没了辅助推机柄，这个设计在美国也不是很流行。M16 只有拉动枪机的功能，不能助推，而枪机比较轻，惯性小，一旦没能复位枪机，就会出现故障。于是美国陆军就给自己的 M16 加装了一个辅助推机柄。在美国那边，无论是科尔特、斯通纳，还是空军或者海军陆战队，都认为没有必要在步枪上加这东西。台湾也是如此，于是将辅助推机柄给删掉了。在瞄准上 ，T65 还增加了折叠的夜间瞄准具与罩门设计。夜间瞄准具上利用穿涂料自然发光，据说 T65 的设计和材料技术都是练琴的人自行摸索出来的。凭借着 M16 的性能与台湾对其进行的改进， T65 刚配发给部队时，士兵都很兴奋。但时间一长 ，T65 还是暴露了一定的问题。因为活塞式导气系统的问题 ，T65 会在护木位置释放大量的热量，而护木内部隔热引气效果并不是很好，这又导致 T65 在使用时很容易烫手，卡弹的问题也频频出现，还有零部件容易变形、损坏、脱落、准度不佳、夜间涂料褪色等问题，特别是护木螺丝很容易松动，大家都是直接用绑腿绑住。为了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台湾推出了 T65 的升级版 T65K1。在散热方面 ，T65K1 的护木加装了铝制隔热片，全枪总量增加 0.03 公斤。护木表面的设计凸泪纹，以方便射手握持。不过 T65K1 只生产了2万只，之后就被 T65K2 所取代。1987年，联勤针对 T65 与 T65K1 的缺陷，并参考美制 M16A2 与世界各国先进步枪，研制出 T65K2。1987年4月，该枪正式投入生产线生产。从外形上看，为了方便士兵携带 ，T65K2 又增加了提把，类似美国的 M16， 并且可以在提把右侧加装联勤生产的 TS75 辅助瞄具，增强白天与夜间的射击精度。枪口防火帽则是前栅后8孔式，兼具消焰与制退功能，可以减少 T65K2 大约 30% 的后坐力。
在降低护目温度方面 ，K2 型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依旧是加装铝制隔热片。不过不像 K1 那么粗糙，射手即使持续射击120发子弹，其温度仍然可以保持在50摄氏度以内。在射击模式上 ，T65K2 改为全自动、半自动与3发点射。此时的美军内部正在为步枪使用3发点射更好还是全自动更好而吵得不可开交，而 T65K2 则是把选择权交给了射手，比 M16A2 多了一种选择模式，3发点射或全自动都行，想用哪个模式用哪个，也可以选择点勤 T85 榴弹发射器。罩门方面，射手可以上下左右调整，不必像 M16A1 或 T65 那样必须依靠子弹弹头辅助才能调整。只是这种设计虽然用起来方便，但是罩门非常容易堆积沙土，保养起来不是很方便，并且罩门多了上下调整结构，变得不是很耐撞。更重要的是 T65K2 可以使用 SS109 子弹，也算是紧跟时事。1980年的时候，比利时的 SS109 被选为第2种北约标准弹，联勤生产的 SS109 被命名为 TC74 穿甲弹，与美军 M855 弹头相同，只是该弹对膛线缠距有要求，于是 T65K2 枪管膛线缠距与使用 M193 子弹的 T65 不同。调整子弹之后 ，T65K2 的威力与射程都有所提升。相比较 M193、SS109 弹头较重，枪口出速略慢。M193 的枪口出速为每秒991米，而 SS109 的枪口出速为每秒948米。不过这并不代表威力小 ，SS109 的子弹转速较高，动能与速率衰减较低，最大有效射程达到了800米，而 M193 的最大有效射程只有460米。无论是穿透力还是射程 ，SS109 都明显更强。虽然 T65K2 依然可以使用 M193， 但已经无法发挥 M193 子弹的弹道性能。一定程度上来说 ，T65K2 的性能要比前2代好太多了，但是还是存在一定问题，比如罩门准星容易偏，护目容易因撞击而摇晃。短管类型的卡宾枪兴起之后，台湾也推出了类似的设计，也就是 T65K2 卡宾枪，1993年定型，缩短 T65K2 的枪管，再换一个伸缩枪托，类似美国 M733 卡宾枪，只有少量特种部队使用。T65 步枪的最新版本就是 T65K3 卡宾枪，属于标准型与短管型之间的设计，最大的特点是枪机、传动以及枪托等部分采用了模块化设计，于是简化后勤维修问题，改进了激发机构与附近装置，重心也设计得非常好，甚至可以单手射击。只可惜台湾军方并没有采购 T65K3 卡宾枪，不过该枪的一些技术后来被 T86 继承，也不算一点用都没有。总的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T65 与 T65K1 是台湾一线部队最经典的制式步枪。不过任何枪械都有落幕的时候，目前这2款步枪大多数被封存。T65 的升级版 T65K2 从1981年年末开始配备一线部队，取代 M16A1、T65 与 T65K1。虽然其还有一定的小缺陷，但已经可以满足台湾的作战需求。直到2002年 T91 诞生后 ，T65K2 才退出一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 T65 系列已经诞生了半个世纪，但它并没有在台湾部队中消失。在陆军里 ，T91 列装常规部队后 ，T65 步枪还被用于新兵训练等项目。空军、海军、警政署则依旧正常使用 T65 系列。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 T65 步枪还能在部队中存在多久？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